沈將軍何必明知故問？本王說的分明就是你的軍師，工部尚書之子胡林。9000岁以為胡林是本將軍的未婚夫？傅九離不理他。也就是說，9000歲在覺得胡林是我未婚夫的前提下，將我未婚夫打了出去，然後自己留在我的营帐中，與我春宵一刻。9000歲，不妨給本將軍解釋解釋，9000歲這般做法究竟是何用意？若胡林不是你的未婚夫，他一個草包，你為何出征都要將他帶在身邊，還讓他做軍師？草包？不是你誇他謀略過人的嗎？所以我才留他在軍中做軍師的。本王何時說過這種話？難道是胡林撒謊？可他不像是會撒謊的人啊。那沈將軍的意思是，本王像是會撒謊的人了？是啊。本王何時撒過謊啊？你應了我的离谷石亭之約，卻又沒來，不是撒謊是什麼？那你也沒說你會帶旁人同來赴約。你那日來赴約了？那日本王被凉州所事所办，并未空出時間赴約。沈將軍，還請勿要多想。那你是如何得知我是與胡林同去？沈將軍該知道，冷月身為暗衛，將所有事情事無巨細稟報給本王，是他職責所在。今日之事是本王逾矩了，日後本王會與沈將軍保持距離，像今日這般的事情絕不會再發生第二次，請沈將軍放心。我們約在離石谷亭相見那日，我並未帶胡林一起赴約，他是自己後面又跟去的，我事先根本就不知道。沈将軍願意帶誰去哪裡，是沈將軍的自由，與本王無關。好，那既然我的事與你無關，那你說說看，你為何要到軍營裡冒充小兵？是涼州水患處理完了，還是做9000歲不舒服了，就想來軍營體驗一下普通小兵的滋味？受人所托，護沈將軍周全而已。受何人所托？男人轉移了話題。喬大他們也在帳外等候多時，當時有緊急軍務要向將軍稟報。話音落，身形一閃，便消失在了營帳外。喬大，他話音還未落，就聽到嗖的一聲，喬大已然出現在了他面前。主子，邊境傳來的密信，東來屠城了。東來人竟屠盡了北越國2成百姓，怎會如此？上一世東來人可是自始至終都沒幹過屠殺北越無辜百姓的事啊！來不及細想，沈南星迅速出了營帳。眾將士聽令，立刻拔營，急行軍，3日後務必到達東來戰場。東來人占了北越3成，卻只屠了2成百姓，留下1成，這是什麼道理？而且上一世東來人是沒有屠城的，這一世是發生了什麼他不知道的事嗎？沈南星眉頭緊蹙，在營帳中踱過來踱過去，卻始終沒有頭緒。南星姐姐，我可以進來嗎？雙兒，進來吧。南星姐姐，吃點東西吧。他笑着接過牛皮袋，將裡頭的乾肉拿出來。軍師如何了？可有醒來？南星姐姐，我兄長方才醒了，一醒來便嚷着要找你呢，想來應當是有重要的事兒要與你說。南星姐姐，你若是有空的話，要不去看看我兄長吧。沈南星本就想找人討論一番，此時胡雙兒的提議正中他下懷，便爽快答應了。两人便一同出了營帳，來到了胡林的營帳前。不遠處，已恢復了黑衣黑髮裝束的男人從樹後走了出來，眼睛直直地看向某個營帳的方向。營地的另一側，4個僑湊在一塊竊竊私語：“你可把9000歲害慘嘍！你真該慶幸，咱們現在是主子的人，不然的話……啊，什麼我害他？明明是他不分青紅皂白就給了我一掌。”喬大搖了搖頭，恨鐵不成鋼：“你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錯哪兒了？我哪兒錯了？我就說了一句我是去送信的，我都還沒進去，信也沒送，就被他一掌打飞了。若不是你一句9000歲暴露了他的身份，他至於好好的貼身侍衛不做，只能一個人可怜兮兮的守在外面。這都2日了，過得跟咱們似的。”哦，哎呀，原来如此！我說他好端端的打我作甚，原来是我說漏嘴了。不過9000岁為何要在主子面前隱藏身份？如今身份暴露了，也還要暗中跟着主子。況且他涼州水患處理完了嗎？還有這閒工夫跑來跟着主子？
哎呀，你猜冷风和冷月为何没有跟来？你猜9000岁为何把咱们送给主子？乔三遠遠瞧了一眼那道孤寂的身影，嘆了口氣。唉，若是六皇子在就好了。是啊，六皇子虽說看着蠢了些，這種時候也能頂點用。若是單靠他自己，怕是這輩子都無法得償所願了。躲在外面有什麼用？主子又看不見呢，你倒是衝進去呀！啊，不是，你們在說什麼呀？我怎麼一句都聽不懂啊？喬大、喬三、喬四三雙眼齊齊看着他，眼中是毫不掩飾的嫌棄。喬二一臉惱怒，用手指着他們，本想發表內心的憤怒，卻忽然瞪大了眼，眼底是巨大的驚恐。幾乎是瞬息之間，4個喬軟軟地倒了下去。與此同時，一道黑影飛掠離開，眨眼間便不見了蹤影。立在樹下的黑衣男人聞訊而動，一躍而起，轉瞬間便消失在了原地。傅九離已使出了全力追捕，總是看見一個黑點在視線的末端縱遠，卻總是無法真的靠近。那個人的速度令他心驚，一路追了許久後，眼見着離軍營越來越近，傅九離心頭驀然一慌，頓時便停了下來，轉身就往回趕，中計了。而在他轉身離開後，黑衣人才泄了力，從空中砸了下來。沈木啊，沈木，你的徒弟倒是教得好，定是費了你許多心思吧？本來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放他一馬也未嘗不可。可誰叫他非要摻和沈南星的事呢？那就別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沈南星必須死！胡林、雙兒，你們醒醒！胡林、雙兒。胡林與胡雙兒先後醒了過來。南星姐姐，我們被暗算了。南星、雙兒，你們沒事吧？我沒事，但今夜安排了夜襲，我們得盡快出去才是。可我內力比較無風了，完全使不出來。南星，看看鬼刃可還在你身上？沈南星眼睛一亮，連忙伸手在小腿上摸索，片刻便抽出了一把青光粼粼的匕首。他舉起匕首，快速在鐵鏈上劃了幾下，手臂粗的鐵鏈竟應聲而斷，迅速起身又將胡林兄妹身上的鐵鏈砍斷，接着便舉着匕首對着門鎖一劈，門便開了。沈南星舉着匕首在前，三人輕手輕腳，緊靠着牆根一步步往外挪。走了一段之後，幾位，這是要去哪兒啊？傅九離趕回營地時，營地已經亂紛紛的了。胡林的營帳裡已然空無一人，而4個喬也都被打暈，歪七扭八倒在地上。他賞了一人一顆石子，4人捂着額頭坐起來。清醒過來後，幾人都是一臉驚恐。9000歲，屬下武藝不精，申請回爐重造。屬下也是。在今日以前，他們還覺得自己是1等1的高手，除了比9000歲略遜一籌之外，天下還有誰能與之爭鋒？可如今他們才知曉，在恐怖的實力面前，自己竟然不堪一擊。有此覺悟，很好。但在這之前，你們得先替沈將軍將軍中事務管好了。具體安排跟軍中2位副將商議着來。陳副將可以信任，張副將派人盯好。沈將軍回來之前，軍中不可生亂。是。話音落地，跟前哪裡還有9000歲的影子？若是這次主子有什麼事，9000歲能把咱們給剮了。有9000歲在，主子定然不會有事。你的意思是，9000歲會動用那支力量？喬四沉默着點了點頭。啊，這不可能！9000歲說過，永遠不會動用那支力量的，你們都不記得了？你才不記得！走了，去找2位副將。衡水城城主府內，敢問太子殿下，按照我們原先的計劃，進攻北越當在半年之後，為何計劃突然提前了半年？哼，自然是有利可圖了。丞相一言不發消失幾月，孤還沒問丞相去哪兒了呢，丞相倒是先來質問孤了。臣不敢，還是丞相先給孤說說，這消失的幾個月去北越做什麼了？臣去北越處理了一些私事，不便細說，還請殿下恕罪。此次屠城屠得好好的，怎麼丞相一回來就不許屠了？
莫不是丞相早已與北越勾結，意圖謀反？不過是空穴來風之事。殿下若是想要污蔑臣，還請拿出證據來。若是我沈明真想謀反，太子殿下如今還能好好的站在這裡？沈明，殿下的所作所為，臣以書信如實告知陛下。若殿下再敢胡作非為，休怪臣行使身為督軍大臣的權利。說完便大步離去了。沈明，殿下，沈明就是仗着陛下的看重，才敢如此不将您放在眼裡。您且忍忍，待您此次立下大功回去，他還不是只能任由您拿捏了？哼，到时姑要讓沈明跪在姑面前求饒。沈明離開城主府後，便坐着馬車去了城外30里的綠蔭山谷。馬車在谷外停下，他下了馬車，徒步向谷內走去。又走了約莫半個時辰，才看到了一座幽靜雅致的小庭院。婶婶，您在家嗎？明小子來了。木門被从裡面拉開，露出一張慈愛的笑臉。哼，你这孩子就是孝順，知道老身好这一口，回来都不忘給老身买。跟你說了多少回了，來的時候可以直接把馬車開到院子門口，你偏不聽，又走了半個時辰吧。所有不過幾步路而已，不礙事。再說了，您一向喜歡清靜，馬車進來谷裡，豈不是擾您的心情了？那多不合算。就你嘴貧，不過一輛馬車而已，怎麼就擾到老身了？沈明卻只是笑笑，不再答話。若不是你當年買了這糕點和甜酒給老身，老身還不知世間竟有如此美味，只吃了一回便愛上了。哎，我說明小子，你當年怎知老身會喜歡這等甜食的？老身以前可從不吃甜食。那時我一路過醉心齋，看到那麼多人排隊，想來裡頭的糕點定是好吃的，便想着買給您嘗嘗。上一世他不知自己為何對一家糕點鋪子竟會有親近之感，只看到那鋪面便心生好感。後來他知道原因了，是因為那是他妹妹最喜歡的吃食，他曾偷偷攢銀子給她買過許多回，可那時為時已晚，他身體破碎，沒了生機。明小子想什麼呢？哦，我想起我這次去北越京城，見到沈南強老神醫了。那老東西還活着嗎？活着，但情況好像不太好。我就說他離了我就好不了吧，非不信邪。這下好了吧，變成了個孤苦伶仃、無依無靠的孤寡老頭，活該！叫他瞧不上我的毒術，該他病了沒人管。沉默半晌後，呢喃出聲：“他病得嚴重嗎？”唉，嬸嬸既然放心不下，為何不親自去看看他呢？老身與那老東西約定過，今生今世，永生永世，老死不相往來。那你以前還說絕不與他同處一國之內呢？衡水城雖說是北越邊境，但仍是北越的城池啊。胡說，衡水城明明是東來國的地界。是啊，不久前才搶來的。算了，不提那老東西了，掃興。目光掃到男人臉上的半張面具，他似乎想起了什麼，忽然激動起來。哎呦，明小子，你今日來的正是時候。老身前些日子將巨拔膏研制出來了，你若是再不來，老身就打算去東來國找你了。來，快跟我來。10年了，老身終於可以將你的臉治好了。這可不是普通的巨拔膏，它有肌膚再生之功效，無論皮膚被損傷成何等模樣，這瓶巨拔膏都能給你治好。相信老身用了這藥膏，不出3個月，你的臉就能恢復如初了。老婦人看着他完好的右半張臉，不由感慨：多遜的孩子呀，就因為半張臉傷了，都18歲了還未娶上媳婦兒。等你的臉好了，嬸嬸做主，給你娶個最漂亮的媳婦兒，如何？太傅家的小女兒就挺不錯的，將軍府的嫡女也好看，還有平原侯的侄女，選哪個好呢？老婦人糾結了一會兒，乾脆道：要不就都娶了怎麼樣？你堂堂丞相，3妻4妾也是正常，你說呢？嬸嬸，我也習慣獨處，
此生并不打算娶妻。怎么能不娶妻呢？两个人相濡以沫多好啊！那您为何不与沈老神医相濡以沫？长輩的事情，小孩子少管。把藥膏拿着，先把臉治好再說。婶婶，不用了。這麼多年來，我早已習慣了如今的面容，不想治了。他如今一條殘命，長相是和模樣又有什麼要緊的？況且那張完好的臉應當是乾淨純粹的，而他早已爛到了泥裡，他不配。你可是嫌老身這藥膏研製出來的太晚了。10年前剛將你撿回來時，你是那麼渴望能將臉治好。如今老身耗費10年，終於將藥膏做了出來，你竟是不需要了。嬸嬸，您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只是……這藥膏老身本就是為你研製，既然你不需要了，那不若毀了。唉，我收下還不行嗎？這還差不多。沈明將藥膏收下後，與老婦人又閒聊了許多，又留下用了一頓飯，直到紅日已臥在山坡上了，才起身告辭。這裡面呀，是各種各樣的藥丸，毒藥、瀉藥都有，瓶子上也都寫明了用法，你帶好，指不定什麼時候就能用得上。我月月都回來看您，您不用給我準備這麼多藥，我要是有什麼事兒就來找您。若是老身不在了，你找不到又當如何？好好把包袱收着。您不在，你要去哪兒？老身說的是萬一老身有什麼事出苦去了呢？你備着這些藥總是好的。一見男人似乎又要開口問什麼，他雙手一叉腰，眼一瞪：小孩子家的，別以為長大了做了丞相了就能管老身了。我是擔心你。老身可是大名鼎鼎的文香夫人，若是撞上壞人了，倒霉的自然是那壞蛋，用得着你擔心？是，您最厲害了。離開綠蔭山谷後，沈明招來親信，挑10個身手好的侍衛，暗中保護文香夫人。將一切安頓好之後，本該歇息了，可他總覺得心底隱隱不安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索性披上衣裳坐起來。來人，大人，叫程素來見我。是。片刻後，程素匆匆趕來，帶進來一陣夜風。大人，您找屬下何事？這般晚了，還在忙什麼？啊，大人，我們剛得到消息，北越軍的主將失蹤了，咱們的人正商議着今夜突襲呢，定能一舉打挫北越軍。你說什麼？誰失蹤了？本來還坐在床上的男人，閃電般陡然出現在了程素眼前。大人快鬆手，屬下的肩膀要斷了。說，誰失蹤了？是北越主將沈南星。話音還未落，他眼前又是一閃。怎麼了？可屋裡哪裡還有半點人影，只有敞開的大門在嗚嗚往屋裡灌着冷風。地牢裡，沈南星被鐵鏈綁了雙手雙腳，吊在了空中。他腳下是一個深深的池子，黑不見底。說吧，想怎麼死？是想被千刀萬剮，還是想被做成人質呢？又或者成為我這些小寶貝們的盤中餐？你是誰？為何要殺我？都要死了，還有心思關心我是誰？不過既然你不選，那我可就幫你選了。可真難選呀，這3種死法，無論放棄哪種，都令人不捨呢。讓我想想啊，你們既然有3個人，那不如……別動他們，你的目標是我，放了他們。哦，你這般為他們着想，就是不知在生死面前，他們可會為你想上一分呢？你要幹什麼？來人，把那2個人帶過來。你要殺要剮，悉聽尊便。他們倆是無辜的，你放了他們。可鬼面男人壓根不搭理他。很快，隨着鐵鏈曳地的當啷聲和鐵門打開的吱呀聲，胡林兄妹被人押了進來。南星，你怎麼樣？你們將他放下來！南星姐姐，
醜八怪，你快把我南星姐姐放下来！你究竟想做什麼？我說了，你的目標是我，不要连累旁人，你聽不到嗎？要我放了他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們得有一個人替他死才行呢。我这条命你拿去，放了他们俩。胡林，不可以说。胡林，你听我说，他的目標本就是我，與你們無關，你替不了。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你要殺的人是我，不要傷及無辜。且他們倆是朝廷命官的兒女，你若是傷了他們的性命，朝廷必定與你不死不休，你何必給自己結仇呢？哦，那你呢？你是靖王妃，又是南陽侯府嫡女，殺了你，北越不向我尋仇嗎？這你便不用擔心了，靖王另有心悅之人，也與我合離，自是不會管我死活。至於南陽侯府，沈淵心裡只有他妾室生的一雙兒女，更不會為了我與誰結仇，你大可放心。哦，是嗎？可我怎麼聽說沈清海那老家伙最是疼你呢？我祖父年歲已高，如今又臥病在床，縱是有心為我報仇，又能拿你如何？還是說你害怕我祖父？一個羸弱的糟老頭子而已，我會怕他？既然不怕，那便殺了我，放了他們二人，否則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。南星姐姐，求你了，你放了南星姐姐吧，我願意替她死。叔兒別胡說，我胡林堂堂7尺男兒，哪有躲在女人身後的道理？你殺了我吧。哥，你是咱家唯一的兒子，你必須活着。我平日裡又不愛聽爹娘的話，總是讓他們頭疼。我是家裡最沒用的人，醜八怪，別磨蹭了，你要殺就殺我。胡林、胡雙兒，你們都給我閉嘴，好好活着，這是軍令。你若是不敢殺我，便是怕了我祖父。笑話，我會怕他一個糟老頭子？你若是不怕，便證明給我看啊！鬼面男人右手成爪狀，將內力凝聚成一團，猛地抬起手來，朝着沈南星便是一掌拍了過去。今日他死在這裡，那個男人怕是又要傷心了。一想到他一頭黑髮可能又要變白，他可能又要守着他的墳墓過許多年，可能又會慘死，他的心裡就揪痛得厲害。真的好想再見他一面。對不起啊，傅九黎，即使上天讓我重活一回，我還是無法靠近。他已經失蹤整整4個時辰了，他已經發動了所有人手，找遍了軍營附近所有可以藏人的地方，搜尋範圍也已經擴大到了方圓100里。沒有，哪裡都沒有，他找不到他。他獨自一人直直地站在那裡，在晨光熹微中，宛如一座孤寂的黑塔，散發着幽深的死寂。終於他動了，他抬手放到嘴邊，一聲尖利的虎嘯聲劃破幽靜的長空。又過了一會兒，四周有輕微的沙沙聲響起，許多黑點在迅速有序地聚攏。不過片刻功夫，男人身後便列好了一個整齊的黑色方陣。屬下修羅參見二皇子。奉為一隊參見二皇子。修羅聽令。修羅在。8年了，他們等了8年了，二皇子終於願意啟用他們了。二皇子，這些年鳳衛從未有一日停止過訓練，如今較之以往，實力更是強悍。只要二皇子一聲令下，咱們即刻就能殺回西寧。傅九黎卻只是淡淡地瞟了他一眼。昨日夜裡，北越主將沈南星失蹤，我要你們全力搜尋他的下落，不惜一切代價，務必確保他的安全。啊，二皇子，咱們不是……可一對上男人的眼神，修羅立刻低頭領命。是。隨後修羅一個手勢，黑色方陣迅速散去了。他到底在哪裡？哥哥！想象中的疼痛並未到來，反而聽見了吐血和人倒地的聲音。沈南星心中一跳，急忙睜開眼。狐狸，狐狸，你這是做什麼？你為何要這般做？他要殺的人是我呀！南星，你沒事吧？
双儿都听。救他！你还站着干什么？救他呀！他是工部尚书的独子，说他出了什么事，天上地下，陛下绝不会放过你。鬼面男人破天荒的并未反驳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，随手朝着胡林兄妹一扔。胡双儿只一抬手，就将小瓷瓶握在了手里。此刻也顾不得许多，当即将小瓷瓶中的药丸倒出来，塞进了胡林嘴里。待看到胡林果然没再吐血，呼吸也逐渐平稳下来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放心，死不了。前辈，究竟要如何，你才敢放过沈将军和我妹妹？小公子这一开口，就想讓我放了2個人，是否過於貪心了？你想怎麼樣？只要你願意放了沈將軍和我妹妹，我什麼都能答應你。剛才不慎誤傷了小公子，我也很自責，便允你放了1人。你想幹什麼？來人，把他吊起來！一旁立刻走出2個黑衣人，一人一邊將胡雙兒拖開。很快，胡雙兒便與沈南星一樣，被吊在了蛇池上方。我說了，他們是無辜的，要殺妖怪衝我來，放了他們。這2個女人，一個是你妹妹，一個是你心愛之人。你別胡說！我是不是胡說，你心裡有數。總之呢，這2個女人你只能救一個，至於另一個嘛，就留下為我的小可愛們吧。你瞧，我的小可愛們可是餓壞了。你把他們放下來，求你，你把他們放下來，讓我去。來人，點香，你只有1炷香的時間，好好想想，你選擇救誰？當然，若是時間到了，你還未選好的話，那我的小可愛們就可以飽餐一頓了。你要殺的人是我，為難無辜的人做什麼？你做人還有沒有底線？不就是為蛇嗎？你有種就放我下去。胡林，你聽我說，你必須救雙兒。今日被囚落得如此地步，是我無能，也是我的命。但雙兒是無辜的，她還小，還未嫁人。你身為雙兒的哥哥，保護妹妹是你的責任，你必須保護好她。你明白嗎？沈南星心裡慌極了，他生怕胡雙兒落得跟上一世一樣的結局。雙兒上一世已為救他死過一次了，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他再死一次。胡林，你到底有沒有聽到我說話？哥哥，你救南星姐姐吧。南星姐姐是北越主將，是北越救星。如今與東來國大戰在即，北越不能沒有南星姐姐的。若是捨雙兒一命，能讓南星姐姐活着，雙兒死得值。胡林，北越國縱使沒了我，還有9000歲在，還有一般優秀的將領在，生不了亂。北越泱泱大國，北越的安危從來都不是基於哪一個人身上的，更不需要靠一個女子犧牲得以保全。胡林，聽命！仁兄，不要！我以陛下親封驃騎大將軍的身份命令你救胡雙兒。胡林不應他，也不再看他，撐起身子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爬到了鬼面男人面前。我胡林這一世除了陛下和我胡家祖宗，從未跪過任何人，更未向任何人磕頭。今日我求你放了沈將軍和我妹妹，我這條命你可隨意處置。哥哥，你別跪他！哥哥！胡林，起來！這是軍令。胡林又磕了2個頭，2隻手抱住了鬼面男人的腿。求你！鬼面男人豁然睜開了雙眼。時間到了，來人，把那2個女人。我選雙兒。你說什麼？我說，我選我妹妹，把我妹妹放下來。來人，把她妹妹放下來。不要，不要啊，哥哥！你怎麼能選我？你怎麼能選我？南星姐姐。但他終究是被放了下來。
只是一落地便面色發白，直直暈厥了過去。沈南星欣慰地笑了，他閉上了眼睛。对不起，南星。来人，将沈南星丢进池子。刷刷几道剑光闪过，束缚着沈南星双手双脚的几根铁链尽数崩断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原本跪坐在地上的胡林忽然一跃而起，一个猛扑，将即将坠落池中的女子一把抱在了怀里，接着迅速往后一仰倒，便将女子紧紧护在了怀中。变故陡然发生，鬼面男人本已朝胡林拍出的手猛地变了个方向，变成爪，往后一拉，就将即将坠入池中的男女拉回了地上。已准備好遭蛇群啃噬的二人摔在地上，骤然清醒過来。南星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裡受傷？你，他方才竟是要與他一同赴死。你沒事就好。小子，原以為你是個負心漢，沒想到竟是個痴情種。我這人生平最欣賞的就是你這般為了心愛之人願豁出性命的人了。哎，方才以為你是個負心漢，我險些失手將你打死。總該補償你點什麼才好。補償點什麼好呢？在下別無他求，只求前輩放了沈將軍和我妹妹，至於在下，可任由前輩處置。哼，不行，他說了，沈南星必須死，這可難辦了。半晌後，他忽然一敲腦袋，有了，小子，你想娶她嗎？我來安排，你們今日就成親，今晚洞房，如何？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你不是喜歡她嗎？為了她連命都不要了？怎麼？你是嫌她嫁過人？並非如此，沈將軍是這世間最好的女子，在下怎會嫌棄她？只是成親一事事關重大，沒有三書六聘媒妁之言，在下不願辱沒了她，還請前輩理解。三書六聘，媒妁之言啊，這恐怕無法實現了。不妨告訴你，她的命我要定了。若是你想娶她，我倒是可以成全你，讓你在她死之前得到她。若是不想，他站起了身子。來人，丟下去。兩人立即動手，將沈南星往蛇池那邊拖去。不要，放開他，我願意娶她。哦，當真？是，我想娶她，請前輩成全。胡林，你胡說什麼？南星，我心悅你，想娶你。可你不是說你只是……我那時只是不想讓你為難，我心悅你已久，我……對不起，我不願嫁你。寧願死，都不願嫁給我。是。因為他……是，他最愛吃醋，可難哄了。哎呀，怎麼辦呢？你愛的女人，她好像並不愛你呀。我要娶她，請前輩成全。兩人最終還是換上了大紅喜服，並排站在了一間被收拾乾淨的地牢裡。開始吧！一拜天地。胡林深深躬了下去，餘光卻發現身旁一身大紅嫁衣的女子仍舊端直站着。南星，咱們先前不是說好了嗎？在拜堂之前已經與他說好了，今日成親只是權宜之計，並不作數，他自然也不會碰他，只為了拖延些時間，或可覓得一線生機。對不起，他沒有辦法與旁人拜堂，哪怕明知是假的。南星，有什麼話等會兒再說，咱們先拜堂好嗎？對不起，胡林，我不能嫁給你。可我們不是……對不起。來人，
按着他繼續拜堂。前輩，他若是不願意拜堂就算了，所有事些虛禮，在下並不在意。請前輩允許，讓在下與沈將軍直接洞房吧。果然是年輕小伙兒，這便等不及了。也是，女人嘛，把她睡了，她就死心塌地了。去，送入洞房。小子，好好享受今晚吧，不会有人打擾你们。沈南星被黑衣壮汉压着出了这间地牢，又走出了一段长长的甬道，隨後又拐了好幾個彎，最後被推入了一間光線昏暗的石室。石室不大，陳設十分簡單，裡面除了一張石床、一張石桌、2隻石凳外，再無其他物事。南星，你一去就未休息了，去石床上睡一會兒吧。你不用擔心我靠在那裡休息一會兒便好。謝謝。便再未說什麼，去了石床上，靠着石壁坐下。被綁來折腾了这一通，沈南星早就累極了，於是這一靠，很快他就眼皮沉沉的昏睡了過去。只是睡着睡着，感覺越來越熱，口乾舌燥。他恍恍惚惚看到石桌上的酒壺，踉蹌着來到桌邊，提起酒壺就往杯中倒酒。別喝，酒裡別下了東西。南星，酒裡別下了藥，你不能喝。蠟燭裡也別下了藥，你忍一忍。聽話。胡林喊出這一句後，就強迫自己別開了眼。他雙眼濕潤，神色懵懂，對他有着致命的誘惑。他好想。意識到自己的齷齪心思，他將酒壺往地上狠命一砸，撿起一塊碎片，就迅速往自己腿上用力劃了幾刀。清脆的響聲與刺目的紅，讓沈南星徹底清醒了過來。你沒事吧？別過來，一點皮外傷而已，我沒事。但你別過來，我怕自己控制不住。說着，一步步摸索着退到了原來那個牆角，整個人縮成了一團。沈南星也察覺到自己情況不太好，他悄然蹲下身子，摸索着撿起了一塊方才酒壺被摔碎時飛濺到他腳下的碎片，狠狠心在手腕上劃了一道。隨着尖銳的疼痛襲來，他腦中又清明了許多。他靠在石壁上，手中緊緊攥着那塊碎片，每當察覺自己快要失去理智，就給自己手臂上來一下。時間一點一點過去，沈南星終於還是堅持不住，昏睡了過去。暗色中，忽然一個身影猛獸般撲在了他身上，讓他瞬間驚醒了過來。胡林，你醒醒，你別這樣，我們不能這樣。胡林，你放開！一邊拼命掙扎，卻無濟於事。胡林，不可以，求你！男人的動作似乎頓了一下，但很快卻更加瘋狂起來。他護着胸口的手被強行拿開，按在一旁，胸前的衣襟被一把扯開，白皙的鎖骨露出，一個硬物從衣領裡掉了出來，是陰陽銅管，是傅九離給他的陰陽銅管。他用盡全身力氣，將手從男人手中掙脫出來，迅速拿起銅管，朝着頭頂的小天窗狠狠拔出了銅帽。方圓300里都已巡過了，所有可疑場所也全都找過了，可無論哪裡都沒有他的蹤跡。他就好像從這世間憑空消失了一般，胸口仿佛破了個洞，冷風呼呼往裡面灌着。都怪他，是他的錯，是他亂生氣躲着他，才害得他被抓走。今後他再也不會離開他半步，只要讓他找到他。男人的額頭抵在了地上，從來不信蒼天不信神佛的男人低聲祈求：求你們讓我找到他。就在此時，嗡，他心口處一陣嗡鳴聲驟然響起，一抬眼，天際一顆火紅的星炸開，眨眼之間，男人一個閃身就已消失在原地。